画鸟的那个课程中呢，我都用铅笔画这个鸟的这个造型，然后看得不太清楚。现在我用这个黑的这个中性笔来画一下。其实鸟的话，你感觉就是说还挺难的画这个造型。但是你感觉好复杂呀！鸟嘴画在哪里？鸟眼画在什么地方？还有这个鸟翅膀的羽毛又怎么画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把它理解为几何形体，然后就感觉很容易了。我们把鸟身子理解成一个大的椭圆形，头部理解成一个小的圆形。嘴呢就是个三角形，尾巴就是一个梯形。不管它是哪一种鸟，都可以按这种方式理解。鸟嘴长的话就画的长一点，它腿长的话就画的腿长一点，眼睛大点小点，它就是离不开这个变化，基本上有一个特征。首先我们就画它一个圆形，先画它的身子，把它定位。这是它的身子，然后它的头，身子的圆和头的圆要交叉在一起，然后它的头长在身子上的，然后尾巴是一个梯形，这边大，上面小，嘴是一个三角形。这大体的一个鸟的一个形状，它就出来了。然后翅膀也是一个三角形，先画这一个三角形。现在我们画这是鸟嘴，然后鸟的头顶的话，就从这个位置来画。这边是鸟的另一边，这头顶出来以后画眼睛。眼睛在鸟头部的中间靠前一点，不要画在中间，画在中间的话就没有神韵。然后这个麻雀脸部有一个很明显的头部和脸部有一个区分，头部是棕紫色的，然后脸部是白色，带一块黑斑。我们就现在把这个头部分出来，画出来。然后它的嘴下面是一块黑斑，脸部也有一块黑斑，我们可以画一块大的和一块小的。然后把它脖子画出来，它的脖子是一个白色的圈圈，这是它的脖子，然后再往这里就是它的胸，然后胸部的绒毛总是能盖住翅膀一部分，然后我们就把胸部绒毛画出来，把翅膀盖住。然后把鸟的背部和它的翅膀区分开，从这里开始。后面是鸟的背部，鸟的翅膀它又有一个肩膀，肩膀上的有一块毛，很明显。它的肩膀画出来。然后它就是它的飞羽，它的分3层，大致分3层，还有细节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细节。1层、2层、3层。3层，第1层叫3级飞羽，第2层叫2级飞羽。
第3层叫一级飞羽，就是比较大的羽毛。3级飞羽的话，我们就先画它的很小的羽毛，然后它这个羽毛的边缘是白色的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白色画出来，就有一个白边。2级飞羽的话，它就这个白边很小，可有可无的。还有3级飞羽，画法都是一样的，然后把它区分开就行。3级飞羽下面有几个大的羽毛，然后被遮在里面了，我们就可以这样画。然后就是它的尾巴，尾巴它那个下面还有一块羽毛，然后再是胸部的羽毛。基本上鸟的造型就按这个造型来走就可以，多参考素材，在这个梯形里找一下尾巴，然后爪子的话我们就落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就画下来就可以。爪子分3个节儿，就跟手指一样，1个节儿、2个节儿、3个节儿，1个节儿、2节儿、3节儿，1、2。我们看一下莲蓬的结构，它这样看的话，它就是一个3角形，对不对？然后正面看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圆形，椭圆形。然后这样看的话，就是一个3角形托了一个上面顶着一个椭圆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喜欢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。然后我们就画这个莲蓬吧，感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然后感觉每个莲子孔啊，还有边缘的褶皱啊，感觉不知道怎么画，有时候画着画着注意细节就画跑形了，所以说叫按几何形体大的形体来画，就感觉很简单，就没有那么复杂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形定好以后，再去画细节。如果大家知道是一个3角形顶着一个椭圆形，是不是就很好画了？椭圆形都会画吧？我们在课程中会讲到，用侧锋擦出一个椭圆形，然后再擦出一个3角形。3角形下面它还有一个莲蓬的梗，然后再画一个它的杆儿。椭圆形上面它会有莲子，莲子在绘画的过程中我也会讲怎么画，它会交叉斜着一排一排的，然后莲子它会我画的时候会让它落在一个坑里，它这个就是一个坑，然后里面会长满莲子。坑呢我们会画成黑色，不一一的涂了啊，是这个意思就行了。像这个就是坑，像莲子的话就是一个椭圆形，半个圆形，这就是莲子。那坑的话就一个3角形。其实我们绘画当中的话，都把它理解成几何形体，然后就感觉画起来会很轻松。然后它的边缘会有褶皱，我们会把它画一条线出来，来代表一下。这只是大概的椭圆，我们会在椭圆中会把它修改一下，然后画去中间还有一条线。我
们就用墨勾一条线来代表一下它的褶皱，然后它这也会有褶皱，它的边缘也不会这么光滑。这样的话，它这个形状就感觉很简单了。它会有一些干的裂缝，有的有一些花这个蕊丝，有的被风一吹就刮掉了。但是不管它有没有，我们都会画一些，画上这个线呢，感觉就比较好看。然后杆上还有长了很多刺，画刺的时候比较交叉一下就可以。记住就2点就可以：一，它的顶端是一个椭圆形；它的下端是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就很简单。